是你摄像机里的火更亮，还是现场纵火的火更亮，还是事后发布视频里的火更亮？嗨，大家好，我是 Paco。那前不久呢，我们讲了《疯人说》这本书，很多同学表示这里面的故事有点好看，问能不能再讲讲里面其他的故事。那没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安排返场。好，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开始讲故事。那我们今天讲的这故事呢，叫做纵火癖躯体转换障碍症，在书的第218页。那故事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好了，这本书呢纯属虚构，就把它当成小说看、故事看就好了。如果你有任何心理方面的疾病或精神方面的疾病，请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而不是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面对号入座。OK， 好，那我们开始讲故事。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木哥，他是一个精神病院的医生。这一天呢，他在医院打瞌睡的时候，突然被一辆警车的警笛给吵醒了。往楼下一看，发现停了一辆警车。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主任的老朋友来了。他们主任的老朋友叫做陈警官。那么隔三差五呢，就会带一些嫌疑人过来做各种各样的检测。今天带来的呢是一个纵火犯。陈警官就希望医院可以协助他们的调查，看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首先，他们先把这个人送去验毛发的毒，因为通常纵火犯他也有吸毒方面的问题，所以先排除他有没有吸毒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穆医生就远远的看着那个被带来的纵火犯，书里就写道：我观察起那个人，他很年轻，17、18岁，眼里毫无落网后的不适和尴尬。他坦荡的在那待着，在这间布满警察和医生这类权威象征的房间里，也丝毫都不露怯。虽然相貌年轻，但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老成，不是学校里或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一看就是闯过社会的，但也不是常见的不学无术的刺头小流氓。他身上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区别于其他小孩顽强忠干、狐假虎威的那种状态。我直觉他是搞艺术的。那么穆医生就觉得，这个纵火犯有点那个艺术细胞在身上的。就在他观察的时候呢，陈警官带来的另外一个实习生叫做小克就过来了。小克就跟穆医生就聊了起来嘛。这个纵火的男孩名字呢叫做乔郎，今年呢17岁，初中就辍学了。他是一名摄影师，也是公安局正在追捕的一个纵火团里的一员。这个纵火团成员经常在网上发布纵火视频，公安局的网络犯罪科盯了他们大半年才逮住他这一个。这个团伙呢很难抓，都是暗网里的。小克就问穆医生，暗网你知道的吧？穆医生点点头，表示呢多少知道也。我们日常使用的网络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是表层网，而在表层网之下，还有非常庞杂繁复的深网世界，拥有极高的隐秘性，是普通搜索引擎搜索不到的。暗网就在深网的深处，它本是帮助用户对服务器隐匿身份、不泄露隐私的技术，但却为网络犯罪打开了大门。暗网使用者的 IP 代理是多层代理，每层都有加密，实时变换，极难锁定。因其高度隐秘性，暗网的世界黑暗至极，里面的犯罪涉及人口和器官买卖、毒品交易、军火走私、色情屠杀直播，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活动聚集地。你根本想不到这里面都能发生些什么，没人信的，我跟他说。像这个乔郎，他所在的那个纵火团伙里面都是一群对纵火有极端兴趣的人，动不动烧房子、烧车、烧人，然后赚取打赏。像他们这么搞一场，人民币换下来能赚10几万，他们在里边全都用比特币结算，花10几万在暗网买一场火灾来观赏，离谱。那他烧的那一家跟他们是有过节吗？还是随便找的呀？随便找的。他说是随机找了一个地方，跟那家人无冤无仇的。不过我们去调查了一下，的确呢也是没什么社会关系。当时那户人家里就只有一个上初中的男孩，起火的时候呢大人都不在家，他爸呢出去上班了，把孩子反锁在里边，还是邻居报的警。邻居到的时候，孩子已经被呛得昏过去了，送到医院还好没什么大事，不过醒过来应该是受到惊吓，现在说什么都不肯出院。你说乔郎这种他到底算不算是纵火癖？这个也不太好说，因为大部分纵火犯吧，他虽然有一个纵火的行为，但是他不一定是有纵火癖的。他这个情况不是说涉及到财物吗？看上去是为了钱而放火，不是单纯的为了玩乐而放火，这种情况就不太一样，需要细查一下。但是他们这么隐蔽，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呀？
这个问题呢问得好，小克就拿出了几段视频，就给穆医生看。这几段视频呢都是纵火视频，但是呢风格却很不一样。前几段呢就是纯纯的烧火，但是到了最后一段就显然这个火它的光影啊，它的艺术感觉就很不一样，显然不是同一个人做出来的感觉。穆医生呢就指出了这一点，小克就说没错，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发现乔郎拍的纵火视频啊，跟其他纵火团的成员他们产出的那种纵火视频很不一样，显然是有很多艺术加工，有一些音乐呀、角度啊、光影啊各种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他们把暗网上所有有这个风格的纵火视频归为是同一个人的作品，然后对这样的一个创作者进行了犯罪特写，然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罪犯在行动时呢有他的心理安全区，他不会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犯罪，也不会在家门口犯罪，他的行动空间呢是有规律的，可以通过分析这几个纵火地点在地图上形成的点线面空间分布关系，找出他作案的活动中心地点。所以警察就根据这一些线索进行了排摸，最后锁定嫌疑人呢，他是一个从事摄影类工作，身高1.78米左右，而且独居孤僻的年轻男性。根据这些线索，他们最后排摸到了乔郎的身上。穆医生呢若有所思，他就问小克，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去抓他的同伙是吗？小克说没错，如果能够从乔郎这里撬开他的嘴巴，那就可以把这个纵火团伙一网打尽。但问题难就难在这个乔郎极不配合，什么都不肯说。那么小克就给穆医生放了一些乔郎之前的纵火视频，基本上他的纵火时间都很固定，每2个月呢干一次。但是这一次就是在暗网上悬赏18万的这个视频啊，距离上一次放火只隔了1个月他就做了，所以警察就觉得很奇怪。小克就想会不会这一次呢是冲动性犯案？但是穆医生就看下来他所有的这个摄影作品啊，就觉得这个乔郎不像是那种冲动型的人格，因为他对他所有的纵火的对象、地点、角度、配乐都有非常精细的那种讲究，看得出来他是对火很有感情的，每一次都是精心布置好的，不像是那种仓促的、冲动的去完成一个动作。小何就说也有道理啊，医生就说也不是，我就是大概感觉，但是具体我们还得看结果出来再说。那很快呢，检测结果出来了，首先测了他的毛发，证实乔郎是没有吸毒的，这也证明了穆医生的猜测，乔郎不是典型的纵火犯。纵火犯的心理状态极不稳定，品行问题很多，纵火只是其中一项，大多数同时都伴有毒品成瘾、虐待动物、反社会行为、性犯罪等等。因为乔郎只有17岁嘛，所以未成年的犯罪动机多是冲动失控啊、宣泄愤怒啊、应对无聊等等。仅从纵火兴趣来说，不考虑利益谋取，乔郎和一般纵火犯的犯罪侧写是有偏差的，他显得过于冷静了。那很快陈警官跟主任就回来了嘛，陈警官就表示很头疼啊，就是显然刚才主任跟他经过了一番争执，因为每次陈警官带人来做这种的精神测试的时候，顺带都要主任夹带私货，还帮他做一些犯罪方面的东西，主任就火很大，因为他们很熟了，就说你不要老是这样子假公济私。然后陈警官就说我们已经在请专家了，你就先帮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你看这小子这很难搞。所以他们就主任一边叹气一边就没办法嘛，就开始去看他们之前对于乔郎的审问的录像。审讯的录像一看，让人就觉得眉头一皱。在视频里面他们的对话是这样子的：你的同伙在哪儿？为什么问我？你的同伙不问你问谁？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会知道他们在哪儿？那你们是共犯，不可能不联系，你肯定知道。你和网友打游戏，你们是队友，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别耍花样，给你交代。你要是交代了，算你一个揭发立功，对你自己有好处。我们中任何一个被抓到，你们都会让他揭发立功去吗？是，看你们的配合程度。既然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风险，谁还会告诉对方自己在哪儿呢？看了这一段审讯啊，陈警官就是莫名的火大，就这小子就跟你弯弯绕绕的，他就不直接说。那么主任和穆医生就对视一眼，他们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小子用的是苏格拉底式辩论。书里就写乔郎在刑讯中用的是苏格拉底式提问，这种提问的对话特点就是偏重于问，而不是直接答。别人给他一个问题，他再丢一个问题反问过去，然后让被问者从他的问题里面找到自身的矛盾，反而对自己的话产生了绕进去的那种感觉。警察问他同伙在哪儿，他可以就说不知道，也可以说同伙不会互相暴露位置，但他反过来问警察，你打游戏的时候你会去知道你网友住哪儿吗？然后再让警察被绕进自己的逻辑。这种对话模式最早是苏格拉底用来启发他学生的，现在很多地方也用它来训练逻辑思维。那在心理咨询当中呢，苏格拉底式辩论是一项常用的咨询技术，让来访者发现自身话语、行为、思维的矛盾，从而产生启发。那么显然看完整个视频，我感觉就是穆医生感觉乔郎之前肯定是接受过心理咨询的，因为一来一回式的这个诱导啊，
他非常熟练，显然他是已经被人这么训练过，而且他的心理咨询师应该是挺厉害的。陈警官听了这番话就皱起眉头，然后他们就反复播放之前的审讯画面嘛。主任就在这段审讯里面发现了非常奇怪的点，就是当警察把那个灯啊就照向乔郎的脸的时候，那乔郎是一般人都会这样闪开嘛，但是乔郎就是坐在那儿，就显得就是很木讷，就没有很大的反应，对于光源看上去好像很正常，整个人就过于冷静了。主任皱起眉头就说，人格测试结果应该出来了，先去看一下。乔郎的心理测试报告出来，比较异常的是 MMPI。MMPI 由10个临床量表和4个效度量表组成。10个临床量表分别是疑病、抑郁、疫病、精神病态、男性化、女性化、妄想狂、精神衰弱、精神分裂、轻躁狂、社会内向，是最常用于鉴别精神疾病的量表。其中精神病态指标诊断的是病态人格，可鉴别嫌犯的反社会型和攻击性人格。大部分的测试乔郎的状态都是还可以，但是他有一个症状就是非常的异常，这个症状就是疑病的症状。疑病呢，就是简单来说怀疑自己有病，患者总是觉得自己得了大病快死了，去医院检查但却什么结果都没有，但是还是反复在这一点上产生过度的焦虑和疑心病。这种病通常在年纪大的患者身上会比较有，但是乔郎还这么年轻，只有17岁，就很奇怪。所以拿到了这个结果，警方马上就去乔郎的家里进行大规模的搜索，之后莫名其妙找到了非常多的检测单，一答就是去某医院检测的报告。然后陈警官就皱起眉头，他到底检查这些是为了什么呢？那么主任看了一些这些报告，发现这些报告主要都是集中在头部范围里面的各种检测，于是主任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眼睛。穆医生很快就心领神会，对，没错，是眼睛。还记得刚才在审讯室里面警察拿灯照他毫无反应吗？说明乔郎的眼睛可能是有点问题的。穆医生立刻明白了，他说乔郎不是在纵火，他是在找光。好，那么找到了他的问题所在，众人就重新回到了审讯室。这一次，穆医生和主任就一起进去了。那么穆医生抱着一大堆灯，然后主任穿着白大褂就出现在了乔郎的面前。主任就跟他打招呼说：“你好呀，看到我们穿白大褂的，你应该很熟悉了吧？”乔郎听到这话就知道警察已经搜过他家了。穆医生不说话，就把灯都放好，然后再啪的一下全都打开，那个光就特别刺激。但是乔郎坐在那儿还是不为所动，看着眼前的人。主任就看着乔郎笑了笑，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这些亮不亮？”乔郎就说：“还好，你觉得呢？”主任就说：“我觉得很刺眼。”乔郎就不说话。主任紧接着说：“你羡慕吗？我说刺眼。”听到这句话，乔郎的眼神就突然就冷下来了。主任就看着他说：“不如我来换个问法，如果说太阳的光是10，那你觉得这里这些光对你来说是几？”乔郎也不上套，他就说：“太阳的光哪值10啊，顶多就是9了。你们这些东西吧，顶多到3。”主任盯着他，紧接着问：“那火呢？火是几？是你摄像机里的火更亮，还是现场纵火的火更亮，还是事后发布视频里的火更亮？”你烧起来应该挺亮的。注意言辞。你第一次怀疑自己看不见是几岁8岁。想都不用想就回答了。已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我可是想了2周才知道答案的。是你的心理医生吗？8岁时发生了什么？不小心摔了一跤，醒来的时候就看不清了。我看过你的检验单，你的眼睛没问题。你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咯。你之前的心理医生跟你说过疑病症吧？那你应该也知道，你的失明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过度关注眼睛而诱导出来的症状，是假性失明，躯体转换性障碍。哦，你知道这些，所以你在失明间歇期确定纵火地点，进入失明期就纵火。你纵火也要确定2步，摆放摄影机，还要规避人群。其实你是可以看清的，你只是意识不到。谁说不是呢？我应该看清，可是我就是看不清啊。那你加入纵火团到底是为了什么？觉得只有他们理解你，至少他们不会像你一样废话那么多。如果我可以治好你，你能提供他们的线索吗？治好我？怎么治啊？
催眠吗？你治不好我的，我受暗示性很低，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催眠。你之前的心理医生对你有什么建议吗？他让我随心所欲。他知道你纵火？对啊。他没有劝阻，没有报案。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根本治不好我。你可想清楚了，监狱里更黑，你在里面待得越久，出来之后越可能看不见光了。你现在供出同伙，可以争取减刑。无所谓，反正我最后一场火已经烧完了。在场的人沉默了，所以无论有没有被捕，上一场纵火都是他的最后一次。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连火都看不清了，上一场火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生命最后一碗光。聊到这儿，谈判就陷入了僵局，话就问不出来了。郑杰找到了，原来是因为眼睛，但是小克呢就很气不过，意思说什么狗屁眼晕啊，瞎了就要放火啊！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么全世界的瞎子都去放火，这个地球早就被烧成灰了。骂是这么骂，那警察还是去再仔细查了一遍乔郎的底细，发现他小时候呢，父母的确是在一场火灾里面就过世了。而根据乔郎自己所说，在小时候那场火灾里面，火是从外面烧进来的。那天夜里，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差点逃不出去，是门口的火光引着他走出去的，父母没有能逃出来。在那之后，他生命里的光只剩了火光，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每当失明发作，他只能循着火光而去。那问题就是他现在嘴巴闭上了，怎么都敲不开来，问不出其他的东西。只要是问到跟他同伴相关的话，他就一律闭嘴不谈。案件陷入僵局，穆医生仔细看了警察给到的他的那些纵火案的片段，突然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不觉得这个视频很奇怪吗？乔郎之前纵火视频里面火都烧得很大，而且都是加了助燃物的，他本身就是要看火，所以当然是火烧得越大越好。可是最后一场照理说是最隆重的一场谢幕，可是这火势就那么小，显然违反他心理原则。没错，他之前都是2个月烧一次，这一次不到1个月他就又烧了，而且之前纵火的地方都会离家很远，这一次纵火的地方就是他家隔壁的小区，实在是太仓促了。但照理说，这最后一场火不应该仓促啊。他对纵火有这么高的要求，又因为间歇性失明，所以每次纵火前都做大量的调查。刚才他说他不在乎，因为最后一场火已经落幕了，说明他对这场火还是满意的。这里面太多东西是矛盾的，如果可以搞懂这最后一场火的意义，也许就可以解开线索。那么穆医生自告奋勇参与了这个事情，所以警方把大量的几 TB 的那种视频文件全都搬来了，有从暗网找到的线索，有在这个最后一场火灾周围发生的各种视频监控啊、录像等等等等。众人看了几天几夜，实在是眼花缭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因为还有很多暗网的资料嘛，所以在查的过程当中，竟然就是穆医生还在警察的资料里面看到暗网上挂了一张警局的照片。他说这帮人还把警局做悬赏，小柯就说没错，就这帮人就是胆大包天，因为警方之前有想过去钓鱼执法嘛，没想到被他们反侦查了。没过几天之后，警方就在暗网上看到警局的照片，自己反而被悬赏了。他们倒未必是会真的来烧警局，但是也就是给警察一个警告。小柯就说这帮人无法无天啊，还真没什么他们干不出的，所以这个纵火的事情呢就必须解决。那么他们又熬了好几天，实在是没有结果，所以穆医生在反反复复在看对比几个不同的纵火视频的时候，突然这一天发现了一个点，乔郎的他的纵火的视频，他不都是会配乐嘛？但他以前的大部分配乐都是纯音乐，唯独这一次最后这一场火，他烧那个小区的时候，他配的是一首西班牙的童谣。穆医生马上就去查了这个西班牙童谣，它的名字，歌词的大意就是看着我，注视我。看着我，注视我，到底是看着谁？要注视谁呢？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所以穆医生反复重放，我开始反复看这最后一场纵火视频。燃烧的地方在1楼，摄像离得不远，从拍摄角度来看，应该是在平地上拍的。镜头对准的是这家的阳台，阳台门开着，防盗窗很密实，烟雾不断从防盗窗飘出去。当天屋里只有一个初1的孩子，他呛昏过去了，好在得救及时，现在因为受到惊吓不敢回家。我一遍一遍重放这个情景，但是因为被烟盖住了，所以看不清楚，隐约只能看到和阳台对应的房间有一个人影，
应该就是当天被困在那里的那个孩子。于是穆医生就问小柯这段录像能不能再清晰一点，他想看清楚那个孩子的情况。小柯就说这个需要技术去还原做处理，所以他们再把这个东西拿去处理，来来回回又折腾了好久。那么在警方处理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穆医生查看其他的线索嘛，发现了乔郎和他的心理医生的一段对话。这个对话是在他的社交软件聊天记录当中，这个账号已经被注销掉了。从聊天当中看得出来，这个乔郎的心理医生啊是个厉害的角色。比如说乔郎会问他说，你说过我面对火沉思的时刻就是我的眼出现的时刻，可它还是越来越远了。这个心理医生就说，火的结局是熄灭，火的眼也是一样，你思所消耗不如思所绽放，就去用它吧。这段对话非常的哲学啊，但看得出来这个心理医生绝对不是吃素的，他在鼓励一个人去纵火，去释放内心恶的欲望。所以这个心理医生是谁，我们也画一个问号。终于在经过很大的努力之后，警方把当天的那个对着阳台的那个燃烧画面给弄清楚了，尽管不太清晰，但已经能看着从阳台开着的门到室内的光景。房间内站着一个初一的孩子，着火时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看着外面。我放大视频发现那个孩子看着的好像是镜头，他在和乔郎对视。就这一个瞬间，穆医生突然意识到哪里有不对劲，他连忙就问小柯说，你之前说那个小孩受到了惊吓，现在不肯出院，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小柯生说他还是不肯出院，赖在医院呢。这个时候穆医生就说，你赶紧去找他，你绕开他的监护人，因为说不定他的监护人是有问题的。这个小孩他和乔郎就是共谋，他们两个人一起放了这场火。小柯听着一头雾水，等他弄明白了，马上就赶上医院。穆医生交代小柯说，你一定要避开他的监护人，单独跟这个孩子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能是被监禁了。所以乔郎的配乐里面，这个看着我注视我，他说的不是乔郎，而是这个男孩。他希望看到这场火灾的人和机构可以注意到这个男孩。视频里男孩站在浓烟和火中一动不动，没有呼救，乔郎用这把火在替他呼救。再次见到乔郎已经是在警局了，因为是穆医生发现的情况，所以陈警官就让穆医生直接和乔郎来谈。那么穆医生拿着手机视频坐下，他告诉乔郎，小易已经全都招了。听到小易的名字，乔郎就抬头看了一眼，说，招什么了？我不懂你说什么。穆医生也不跟他废话，就把一段手机视频拿出来。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举起手机放一段视频，视频是一段景拍，像是摄影师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拍得很随意，时长很短，10几秒，镜头却捕捉到了一个小区1楼的阳台上，小易被一个男人暴打，男人把小易的头抡在阳台的防盗窗上，那防盗窗十分密厚，像个牢笼。这个就是从乔郎那几 TB 的文件里面筛选出来的片段。当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穆医生彻底就懂了。他放下手机跟乔郎说，你在寻找下一个纵火点的时候，无意中拍到了这段视频，你看到了小易在被他父亲家暴，所以你为他放了一把火，为了能让他逃出这个房间，解救他，引起社会的注意。听到这里，本来无所谓的乔郎的表情突然就阴沉了下来，他不看视频，仅仅看着穆医生，一言不发。接下来穆医生继续说，他把警察在医院问到小易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乔郎。那天小柯去医院找小易，避开了他的单亲父亲。小易交代了，父亲经常打完他，把他锁在家里就走了，好几天都不回来。他实在受不了，在阳台试图自杀。乔郎忽然出现，跟他提了这个事，他答应了。乔郎站在阳台外问，想逃吗？小易透过厚重的防盗窗和这个陌生人对视说，逃不掉。乔郎说，我可以帮你，会放火吗？小易摇头。乔郎说，手机给我。小易说，我没有手机。乔郎把自己的递给他，说，去这个网站找我下单。可是我没有钱。那就给我要你的东西来抵。就这样，他为他放了一把火，控制火量，并敲了邻居的门。乔郎听完之后就沉默，然后他片刻之后就问，小易会怎么样？穆医生不回答，他反而问乔郎，你为什么要救他？他跟你非亲非故，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乔郎沉默了，然后他终于说出了他心里的那个原因。原来之前他在这一片就是踩点的时候，有一次他无意中就进入这个小区嘛，但是他的失明症就突然就发作了，看不见路摔了，正觉得非常狼狈的时候，突然就有一束光照到了他的眼前。这束光很微弱，但他却看到了，这光是小易关在笼子里的小易站在1楼阳台给他照的。大白天，这个孩子为他打了一道光。
这道光是10年来唯一一个不闻不问不质疑就和他心里同频的奇迹善意，那是他相信神存在的时刻。所以穆医生明白了，长期遭受父亲家暴的小易打算要自杀。当乔郎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情，他立刻出现了。仓促之下，他决定为小易放一把火。乔郎说，我的心理医生说，最后一场火得燃烧真正的光明。这场火虽然没有多少明火，但乔郎的光不是那些火，而是站在火里和他镜头对视的那个男孩。他燃烧了真的光明，是要为小易带去光明。所以穆医生后来问他，那你让小易付出的报酬是不是就是那一只第一次照亮你的光的那一只手电筒？说出你的共犯吧。动火对你来说是呼救，是你失明的呼救，也是你救小易的呼救，对不对？你现在救了自己，救了小易，你也可以救救那些纵火的人。乔郎突然就激动了，说他们不需要被拯救，那些人他们就是为了毁灭而存在的。穆医生就嘲讽他，就说你的光明之神这么虚伪吗？只教你用局外的小易完成你的仪式，却放弃近在咫尺的哭声，这是真正的光明吗？那些纵火的人烧的是懦弱的自己，有多懦弱火就有多大，呼救就有多高。你们扮演恶，用恶来掩饰可悲，但依然没人听到，于是你扮演起英雄，自己回应自己的呼救。你不是在救小易，只是在救自己罢了。然后乔郎就激动起来，但是他呢就说不出任何话，眼睛再也说不出什么。最后乔郎就被陈警官带出了这个房间。走之前，穆医生叫住他，问他，你真的不想治了吗？或许你还是有希望的。乔郎回头说了几个字，用的是唇语，但是穆医生没有看懂。故事的最后呢，是乔郎对警方供出了另外2个他所知道的纵火犯，因为其他更多的人他也不知道。供出的2个纵火犯团员中有一个是消防员。这个结果让穆医生并不意外，他说有一些纵火癖就是长期生活在火的环境中，他们甚至故意会去救人，满足被现实压榨的自尊心，得到英雄式的尊严，是消防员也不奇怪。小易目前呢就被警察保护起来了，警方正在替他找社会公益律师，他和他的父亲关系最后会怎么样，以及他作为纵火案的合谋到底会怎么样，还得看这个律师到底为他怎么辩护。但是他是未成年，而且烧的也是自己家的房子，所以可能应该是会被轻判。但是小克不懂了，他后来找到了穆医生，就说为什么小易要大费周章烧一场火来这么搞自己呢？为什么他受到了父亲的家暴，不干脆直接打电话报警来求救呢？如果烧火的话，这火要是烧大的话，一不小心他自己也会丧命的。穆医生苦笑了一下，就说你知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做习得性无助？当一只狗被关在电笼里，它只要试图逃跑就会被电击，长此以往它就变得不敢跑了。当有朝一日笼子打开了，它也不会跳出来，因为它已经放弃了。是作为一个被在铁笼里关久了的孩子，长期以往遭受父亲的家暴，哪怕窗开了，这个铁笼没有了，电话通了，他都无法逃跑了，因为他已经被某种东西囚禁在了灵魂的深处。所以小易站在火里一动不动，他在火中沉默，只有火在替他呼救。那么这个单元的故事到这里就阶段性结束了。那么肯定大家也很关心乔郎的心理师是谁呢？这个就一句话讲不明白了，因为这个心理师呢贯穿了整个书的其他很多东西，它跟前因后果都是有关的。单看这个单元呢是讲不明白的，不过我可以提前剧透给大家，不想看的就不要看去了。这个心理师也是这个牧歌所在的这个精神病院里的一个精神病人，他是一直隐藏在牧歌身边的。所以当牧歌后来意识到乔郎的这个心理师是自己认识的这个病人，并且和自己有着很深的关系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这个病人他在之前的几个单元案件中也出现过，而且扮演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角色，但其实这个人可能是背后的一个大 boss。 那么写过小说的同学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故事后面想要来个大反转，那你前面很多东西就是提前早早的就铺好了，甚至你在做大纲的时候，这个前因后果很多钩子伏笔都是早早的就埋进去，才会有1重2重3重的反转。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本书它其实是经过一个小说思维的构思的。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虚构的故事看，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心理的专业书籍。因为如果是纯粹的真实的精神病科，它对跟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可能有后面这么天罗地网的这么一出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辩证的看任何书啊，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小说，我觉得这故事还是不错的。如果是作为心理专业课书籍，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任何的参考。有病有不舒服或者有疑问，去寻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院。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在公屏上扣 OK。那么如果大家还想图个乐子，听听这个书里其他的一些故事，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啦，我是 Parker， 我们
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